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一集繼續年度愛用產品分享。我的年度愛用跟一般人會不一樣啊，你會看到特別多產品，除了我最喜歡的，也會有一些很推薦的。每一次年度我都會很多產品分類，還有我是敏感肌的關係，所以今天分享到的所有產品都是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。精華部分我會分成修護、保濕、美白以及抗老。好，那我們趕快開始呢。我先分享舒緩保濕，第一個推薦的是這一款这個是我常年都很喜歡的Matsuyama松山油脂大豆神經酰胺的精華。這個神經酰胺的系列幾乎我都有在回購，而且持續我都很喜歡，主要是因為它的成分搭配還有使用的效果感受都很好，價格也不高。這個台灣可以買到，是日本的產品呢。每一年去日本我一定會去回購。市面上你看很多神經酰胺的成分排列，通常添加量都比較低，可能接近成分列表的最後面的大部分。注意看就會知道，神經酰胺很多的添加量都不会很高，甚至有一些只添加一種，通常都會添加神經酰胺 MP 為主，因為這個成分在我們人體裡面比例比較高的。它的特別之處是神經酰胺的添加量不會太低，你會看到它的成分列表是排的比較前面，而且它有添加5種的神經酰胺，還有添加多種大豆的成分，也有一些乳酸菌的發酵物。這瓶精華總成分大概有26種，主要的成分除了添加5種神經酰胺之外，還有添加多種的大豆成分、煙酰胺、角鯊烷以及银耳多糖體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而且它的膚感相當好。它的精華抹開之後有一種化成水的質地了，這種質地是我非常喜歡的，而且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泥，有一定的保濕滋潤度，油性皮膚使用也不會太滋潤哦。它的精華膚感是所有人都適合使用的。如果你用它的乳液面霜覺得太滋潤，可以換成它的精華，精華濃度也會比較高。好，神經酰胺的精華推薦給你們。接下來我喜歡的修護舒緩精華是這款 Sigmund 的 Panthenol 舒緩精華。最近我也特別喜歡 B5 這個成分，只要有一定的添加量，修護的效果都特別好。它的特別之處是有30% 高濃度的 B5 的成分，不容易看到哦。大家看到市面上10% 的濃度已經很高了，而且很少啊。它的總成分只有5種而已啊，主要的成分就是30% 的 B5 成分。另外有一個成分也是 B5 的成分呢，泛類脂 Pantanectol 這個成分也是 B5 其中一個成分呢。另外再添加2種的植物提取物，黃芩根萃取還有牡丹根萃取，幫助舒緩保濕消炎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這個精華大家可以買啊，很推薦。B5 的成分濃度一旦高，通常它的滋潤度會增加，所以有些人不愛用高濃度的 Panthenol 成分，在膚感上它的保濕滋潤感會比較強烈一點，跟神經酰胺有一點類似的特性，會有一種保護膜的感覺，特別的舒服。這個質地它是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泥的，很保濕很舒適。雖然它的 B5 成分濃度比較高，但是我覺得它算是不厚重的。混合性皮膚偏油，我覺得也是可以試試看，你可以用量少一點，像我使用它就不會用很多。這瓶精華真的很喜歡，成分又單純，它很多產品我都非常喜歡，成分都很棒，推薦給你們了。接下來這個舒緩修復的精華我特別喜歡，它也是有高濃度的 B5 成分，這個是巴哈的玻尿酸 B5 的精華。這瓶精華有曾經出現過在熒幕上了，它的質地就比較濃稠一點了，很像傳統的玻尿酸的質地，但是我超喜歡它的，因為它的修復效果很好超級快的。前一段時間我的皮膚很敏感，尤其是用完視黄醇之後，用了它2天而已，皮膚馬上就恢復正常了。但是它有一個缺點，就是比較滋潤，比较黏一點。現在這個天氣我的皮膚偏乾，所以我用它又覺得好舒服哦。它的膚感是比較厚的精華，塗抹完之後整個皮膚覺得有一層很明顯的水膜保護着我的皮膚。這瓶精華總成分大概有15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4% 的 B5， 還有2% 的煙酰胺以及玻尿酸鈉的成分，另外有添加甜菜鹼以及多種的植物萃取物。成分你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沒有任何的香味。這個我差不多用到底了。
而且我已經回購了，這瓶我超喜歡的，它讓我皮膚恢復的速度很快很穩定，對我來說是必備的一款修復精華，已經是僅次這個神經酰胺的精華了。剛剛我分享的30% 的 B5 不是更好嗎？為什麼我還要買這個呢？其實呢，我是先買這個了，我用的很喜歡，所以之後我就找濃度高一點的 B5 的精華，我也有找到幾款不錯的，但是呢，使用的感受啊，修復的效果最好是這一款哦，可能是因為它有添加其他的植物提取物，加一些大分子玻尿酸，它這樣子的結構反而對我皮膚是有很快的修復。我覺得以修復的效果來說，兩瓶都很好。但是呢，如果長期使用1年4季的話，可能 Sigmund 這款會更適合大部分的人，而且它的成分濃度更高嘛。這瓶是我急救的時候就會使用它了，但是它有一個缺點，因為它分子大，它很容易搓泥，不太適合跟太多東西塗在一起，尤其化妝之前避免去使用它，會搓泥。Sigmund 這款就比較不會搓泥了。接下來這款也是 B5 成分的精華。這一瓶是賣家送的，我沒有買這一瓶，但是他就送給我。可是我查了一下資料，我發現它的成分很棒耶，它除了有45% 的積雪草成分之外，還添加了5% 的 B5 成分哦，還有添加多種的積雪草配方以及柏樹葉萃取，總成分大概有13種，沒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沒有任何的香味。它的保濕度、舒緩度也很好，而且質地相對也偏清爽一點，但是它的保濕度是很好的，不会太轻薄。我覺得它的保濕度感觉使用感應該跟Matsuyama這款差不多，膚感都是很好的，1年4季適合使用，這個就更適合所有的皮膚使用了。這瓶也是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泥的。另外這款呢是我額外推薦的，也是巴哈的產品呢，跟它的化妝水同一個系列，低分子玻尿酸的精華，它裡面也有添加多種的積雪草配方以及 B5 的成分。它的 B5 的添加可能沒有前面的高，但是它的舒緩效果、整體使用感都很好的，這個是我額外推薦，屬於中間的保濕度啊，不會太輕薄，也不會很滋潤的，保濕的程度應該跟這款的積雪草精華差不多。舒緩精華還有一款額外推薦的是這一款 Matic Therapy 的333精華，多種的玻尿酸成分的，屬於比較低分子的，所以它的使用感是很清爽的。我推薦它的原因是成分適合敏感肌，還有膚感特別的輕薄。如果你很怕黏膩感的，但是又需要保濕，可以入手這一瓶呢，非常的划算。它可以當成皮膚的地道，化妝水加精華直接使用它，涂1層的時候會很清爽。如果你想要增加保濕度，可以多塗幾層，保濕感就會增加了。而且它可以使用在頭皮上或者是頭髮上，放到噴瓶裡面去使用，當成保濕噴霧。它噴出來的精華是比較集中一點的，因為它有一點重量，所以它不是很均匀。如果你帶妝使用，噴一點點還好，但是如果你噴多，你會看到會停留在你的皮膚表面。我覺得不帶妝的情況下使用還好，不建議帶妝的時候使用。使用的時候，我建議要有一定的距離啊，那就不會集中在某一個地方了。當成保濕噴霧還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太近距離去用。另外，它用在頭皮上，我覺得效果很好耶。之前是用 One Thing 的玻尿酸用在我的头皮上嘛，那用在头皮上如果沒有馬上吹乾，它過一段時間乾了之後，它就會一條一條這樣子硬硬的，但是梳開之後就沒什麼，所以我覺得還好。但這個玻尿酸噴在頭皮上，頭髮乾掉之後不會有任何的影響，而且也不會增加我長痘的機會，反而我的頭皮更舒緩。它的分子比較小嘛，噴在我的頭皮上，我覺得是很均匀的。然後我用這個玻尿酸的效果有比 One Thing 的好，頭髮的根部比較強韌一點，比較沒那麼容易掉髮，它的使用度非常廣，所以我很推薦。它本身是這麼大瓶，150毫升，買1送1的時候去買的，1000出頭2瓶，我覺得還 OK。它的總成分大概有23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多種的玻尿酸成分，還有多種的積雪草的配方，以及伊科多因。伊科多因這個成分再提一下，它是可以幫助皮膚修復，是一個很好的成分。有一些產品呢是特地以伊科多因這個成分為主的，韓系很多產品都會有添加伊科多因，只是它不是主角，通常都是裡面的配方會添加。它是沒有香味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使用感受很好，很清爽，也不會搓泥。雖然它的成分很常見，但是它的使用度很廣，很好用。我還會
塗在我的嘴唇，晚上睡前的時候我會塗一小滴在我的嘴唇上，等它稍微吸收之后，我再涂睡眠的唇部精华、護唇膏之類的，然後過一個晚上，嘴唇的唇紋會變淡，唇色會稍微減淡一點。我老公懶的時候，我又不想幫他塗東西，我就直接給他噴幾下，然後他自己拍拍就好了。男生的朋友們，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保養啊，很方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先插播一下，因為我忘記還有幾款的舒緩精華還是很推薦的，這邊補充一下，就是這個森百蜜的茶樹積雪草精華，這個精華就是我之前最喜歡用的 Medicure 的茶樹積雪草精華的取代了。綠色那瓶的 Medicure 精華已經停產了，它後續出的茶樹精華成分已經調配過不一樣了。現在使用感受最接近的是這一款森百蜜的，森百蜜是出了2款，這個 Miracle 奇蹟精華，我手上這一款是清爽版。它的瓶身壓頭是不一樣的，是用壓的，另外一款是用滴管的。我在年度空瓶季有分享過，因為有空瓶過的這款精華的總成分大概有41種，主要的成分添加了73% 的茶樹葉水，15% 的積雪草萃取物，還有煙酰胺，多種的積雪草的配方，還有多種的植物提取物，莫尔多糖体、玻尿酸、B5、尿囊素，而且有添加少量的果酸以及水杨酸的成分，水杨酸的成分添加了0.005%，另外果酸的成分也总共添加了0.02%，量是比较少的，所以不会有刺激感。它裡面还有一個成分比較特別的，通常是屬於改善毛孔、痘痘、粉刺的白柳樹皮萃取物，這個成分是可以幫助消炎鎮定，含有天然的水楊酸的隱生物的成分，可以幫助改善黑頭粉刺的，相對也比較溫和一點。我覺得它整體的成分都是很好的，使用感受也非常的溫和，但是它有添加少量的薄荷精油，会有一點點微微的清涼感。它的薄荷精油是排到成分列表的最後面哦，所以它的添加量是整個成分裡面最少的。薄荷精油也是有收斂的作用，它的凉感是非常的輕微，適合大部分的敏感肌使用。如果你的皮膚比較敏感，又有一些黑頭粉刺、毛孔的問題，這瓶精華可以嘗試看看。它的膚感非常的清爽，很像水的膚感，它只是比水再保濕一點點而已，而且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離，所以你化妝之前使用都沒有問題了。這瓶精華是我的大愛，它是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只有添加一點點精油而已。另外也有一款舒緩型的精華很推薦，就是 Medicure 的外蜜體積雪草精華。這個精華在我空瓶也有分享過，已經是第2瓶了，我覺得它真的蠻好用的，它的舒緩降紅效果很好，用完之後皮膚修復度有明顯的變好，但是它質地會偏滋潤一點，保濕度比較高，所以不見得每個膚質都適合它。皮膚比較乾的時候用它，覺得特別好用。它也是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離的。化妝之前也很適合打底使用，它會讓我的皮膚更加的穩定。對於一些敏感的痘痘可以有改善，它的最高成分是60% 的積雪草水，也有添加一些茶樹的成分，還有多種的積雪草的配方，它裡面有12種的積雪草的成分，對於舒緩鎮定是非常的有感的。而且這款更新版的積雪草精華，它是用外蜜體的積雪草成分哦，它用的是一種奈米級的技術，比起一般傳統的積雪草的效果會更好。另外，它有添加2% 的烟酰胺成分，還有伊科多因、甘草酸2鉀、多種的玻尿酸成分，以及一些乳酸菌的發酵物。成分裡是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，質地比較濃稠一點，塗抹完之後會有明顯的滋潤感呢，比較推薦給混合型到偏乾肌膚使用，油皮可能沒有那麼適合咯。油皮的朋友們可以用森百蜜這一款呢，有類似的成分。Medicure 這一款偏向修復多一點，森百蜜這款偏向消炎鎮定多一點。我手上就有好幾款烟酰胺，其實不止啊，我很喜歡這個成分。烟酰胺是我必須會用的，我也會用到一定的濃度，我覺得持續一段時間，皮膚真的有變好，毛孔出油量都有改善。最明顯是痘痘粉刺，用卸妝油的時候，洗臉的時候會搓出一些粉刺，鼻子、毛孔這邊的黑頭粉刺明顯減少許多。之前有推薦過觀眾，他給我的回饋也是一樣，黑頭粉刺會減少。但是我覺得烟酰胺這個成分太多產品都有，我沒有一個特別喜歡，我覺得
得都不錯，差不多，有時候會輪着使用，所以也不能列入我的年度愛用哦。每一個都分享，我覺得影片太長了，現在這個影片已經超過30分鐘以上了，所以這個就給你們看，輕輕帶過的。這兩款是 Caustic Baha 的，一個是20% 葉酰胺，另外一款是10%，這3款同時都有添加鋅的成分。中間這個 COSRX 是我回購的，使用感受都不錯。如果比較偏向白天會使用，也會化妝，我會推薦 COSRX 這款比較不會搓離。3瓶都是有一定的滋潤度 ，Caustic Baha 這款滋潤度很高哦，不是人人喜歡的，有一點黏。我覺得對於黑頭粉刺、控油部分，高濃度的葉酰胺加鋅的成分的配方效果會特別好。這些產品都是沒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都是沒有任何的香味的。不耐受的朋友們就不要用那麼高濃度了，可以從低濃度開始用起。另外還有一款舒緩精華，我快速的推薦一下，這款已經空瓶了，是 Annual 的玻尿酸 PDRN 精華。雖然它寫 PDRN 的，但是它的 PDRN 的成分非常低，只有0.01% 而已，我就可以忽略掉了，因为它主要有效成分是玻尿酸，它有很多種的玻尿酸成分，不是一般市面上常見的那種。最近也有看到一些醫生分享論文文獻介紹玻尿酸這個成分，已經不是我們以往想象的只是保濕而已。現在的玻尿酸種類越來越多，已經可以做到修復抗老部分了，不是這麼的簡單。所以玻尿酸這個成分也列為我日常抗老必須要的。我覺得玻尿酸對於修復皮膚、舒緩也是有很好的幫助。那這個玻尿酸呢，它的質地流動性比較強，可是它非常的保濕，非常的滋潤，它會帶有滋潤感，而且這個質地是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會搓離的。比起我前面分享的 B5 玻尿酸的精華，要化妝之前使用這一款會更加的安全了。我推薦它是因為它跟其他的玻尿酸精華完全不一樣，真的是很適合當成打底使用的，保濕滋潤的效果很好，而且它的成分也很適合敏感肌，有修復的效果。同時，其實它還有一點美白的功能，因為它裡面添加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，也有美白的成分，比如說葉酰胺以及谷胱甘肽這2個成分的幫助抗氧化，對於美白部分多少有一點點幫你提到的。這一瓶呢是沒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也沒有添加人工的色料，它的總成分大概有33種，精華呈現偏藍色調，是來自於植物的配方，還有添加0.01% 的 PDRN 成分，以及水解膠原蛋白多種的植物萃取物。它的萃取物是安全的，沒有蘇丹紅的那3種植物配方啊，所以不用擔心。Annual 的同系列的美白精華我也用掉1瓶了，等一下會介紹。還有 PDRN 的精華，其實我也有比較喜歡的，因為每一個都不錯，我都有不同的喜愛度，但是它們又不是我每天必須要用的，所以我放在 PDRN 產品那一集去分享吧。每一個產品我覺得都值得分享，都是偏高濃度的。今天的影片不會出現 PDRN 的精華。好，舒緩保濕系列剛剛分享完了，同類型的舒緩精華你可以根據自己的膚況喜好去挑選。接下來是美白部分，今年我用到非常喜歡的是這一款 Caustic Baha 5% 維他命 C 衍生物加 MSM 的成分，這個精華質地我很喜歡，它有一個很舒服的保濕感，但是又不會很黏。通常我是化妝水之後第一道就用它了，用完之後皮膚感覺很有彈性，很水嫩，而且它很溫和，用視黄醇的時候也可以配着使用，對我來說不太會有刺激感，平常早晚使用也不會泛黄。除了美白之外，它還可以修復消炎鎮定，因為它有添加 MSM 的成分，這個成分是可以幫助皮膚消炎的，減少泛紅痘痘的問題，還可以促進皮膚的修復，增加膠原蛋白的功能。精華的總成分大概有19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5% 的維他命 C 的衍生物，2% 的 MSM 阿魏酸、維他命 E、蘆薈葉萃取、甜菜鹼、甘草酸2+、玻尿酸蠟、尿囊素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它是沒有香味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除了維他命 C 的成分之外，還添加了一些可以幫助這個整體的成分穩定度，以及可以幫助皮膚的抗氧化。對於美白之外，皮膚的抗老也是有幫助到的。就我覺得用它，皮膚彈性有變好。雖然它的美白成分的濃度不算是很高，但是它勝在溫和，還有它整體的配方可以幫助抗老，
皮膚修復的，所以今年我特別喜歡用這一款，已經回購了。好，接下來這款也是維他命 C 的衍生物，舊的產品 Clears 的10% 的維他命 C 衍生物精華，這一瓶維他命 C 精華目前沒有超越它的，就算是同樣的成分呢，不見得比它好用啊。最近觀眾有問 Beauty of Joseon 的美白精華跟這一瓶相比啊，那瓶我也有用啊，但是我覺得這瓶好用很多，因為它的質地膚感沒有人會覺得不好用的，它是屬於一年四季所有膚質都適合使用。精華質地偏清爽，但是帶有保濕度，而且不會跟底妝打架，不容易搓泥的，也沒有泛黃的問題。這瓶精華2年前也是我的年度愛用，它還是我最推薦的維他命 C 精華。總成分大概有25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10% 的乙基抗壞血酸維他命 C 的衍生物，3% 的烟酰胺、玻尿酸鈉、檸檬提取物、橙皮提取物、葡萄柚提取物、0.2% B5 甘草酸2鉀、貝塔葡聚糖、积雪草的成分以及谷胱甘肽。除了成分之外，使用效果也很好。我曾經有實測過，用了1個多月吧，我的斑點是有變淡的，而且皮膚很明顯變得比較乾淨、比較白透。它的美白效果是肉眼可見，它是真空的，可以用到底，而且蜂蜜性很強，不容易被陽光照射到。它是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 PEG， 聞起來會有一點點維他命 C 的味道，有一點柑橘皮的味道啊，但是不明顯。另外這款是我今年用到超級喜歡，如果所有美白精華我只能帶1瓶的話，我可能會選它。這2款我喜歡的程度都是一樣的。我手上這款是 Layer Lab 的美白精華，是新品的，去年才買的。這瓶精華成分真的太棒了，所有的不同層面的美白成分它都有添加，而且還添加了一些舒緩的成分，加上質地不會太滋潤，也不會搓泥，不會跟底妝打架，完全就是我的美白精華。前幾個月去日本，我去了1個多月，來來回回我都是帶它的，使用它的那段時間皮膚超級穩定，可以早晚使用，也不会造成我皮膚刺激。用视黄醇的時候也可以配合它用，不会有刺激感的。它的使用感是有明顯的保湿度，但是又很好吸收，涂完之後不会有黏的感觉，很舒服。而且這個舒緩的效果讓我皮膚很穩定。這瓶精華總成分大概有25種，主要成分添加了7% 的烟酰胺，還有3% 的传明酸，以及2% 的抗壞血酸葡萄糖苷，1% 的乙基抗壞血酸醚，2種都是維他命 C 衍生物的一種，總共有3% 的添加，基肽、神經酰胺 MP、貝塔葡聚糖、維他命 E、B5 等等的有效成分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，但是它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太貴了。它的價格要1000多台幣，一瓶有30毫升，那1個月左右就可以用完了。雖然它很好用，但這個成分搭配其實很多產品都可以取代。如果以成分去挑產品呢，這瓶可能很難持續回購，但是它是我用到最適合我所有的條件，整體都很好的一環呢。只用它1瓶，美白效果就可以達到，而且很溫和，還可以順便舒緩皮膚。如果你不想塗太多瓶瓶罐罐，不喜歡太滋潤的又有保湿度的，可以用這一款了。這個1瓶就可以搞定很多瓶的成分了，你就可以不用搭配維他命 C 這個成分了。7% 的烟酰胺還有3% 的传明酸的濃度，這個組合真的是無敵了，又溫和又有效，而且質地也很完美。之前我有分享過、推薦過的 Anil 這一款呢，它也是有類似的成分呢，但是它的膚感就比較滋潤了。很多人用完它之後都會長痘，秋冬的时候皮膚會好一些，因為皮膚比較乾。但是下巴這邊呢，我用到這邊都比較容易長痘，所以我現在是避開這個地方使用的。但是它的效果非常好，非常明顯，美白效果很好，而且舒緩效果也很好。還有一點就是它價格比較平價，幾百塊台幣而已，很容易買到。這瓶精華比較紅，所以比較多假貨，正貨是沒有任何的香味的，它沒有香精添加，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成分。它聞起來會有一點點味道，但是不是香味，會有一種可能酸的味道吧。它是沒有添加人工的色料啊。這個顏色是來自於 B12 這成分，青鈷胺這個成分會讓產品呈現偏紅色的，是自然的。B12 是可以幫助修復、舒緩
還有美白的。這一瓶精華它的總成分大概有51種，稍微多一點。主要有效的成分有添加10% 的烟酰胺、4% 的傳明酸以及2% 的熊果苷，都是有一定濃度的美白成分哦。另外有添加維他命 C 的衍生物 B12、神經酰胺 MP。除了這些成分之外，有添加玻尿酸蠟、多種的植物提取物以及一些發酵物，還有多種的玻尿酸的成分。另外有添加一些植物的油脂，所以它有一些锁水能力。虽然它的流动性是强，但是它有一定的滋潤度，肤感其實也還不錯，但是它偏滋潤一點了。成分也很厲害啊，你看這個成分也大概知道它的效果，確實它的美白效果是很好，而且也有淡斑的效果。很多美白的精華雖然是有亮白的效果，但是不見得可以淡斑的。我覺得淡斑可能再深層一點，需要不同層面的美白成分呢，有一定的浓度才會有效。那我自己使用经驗是这樣，因為我的颧骨這邊有一些斑點，很容易因為熱力或者是溫度突然就會加深了。比如說我熬夜，身體的炎症比較高的時候，斑點就會比較明顯。我用這些美白的產品呢，有時候用完之後斑點會變淡，但是也很快又回來了。主要是美白部分，你會看到我的臉部、脖子的色素有變淺，這個效果是持久的。我覺得斑點真的要看你個人的狀況，我的斑點是會根據我的身體狀況而變化的，這不一定是曬完之後會有，但曬完之後很快就會有了，就是這麼麻煩的。還好現實中並不會很明顯的。目前我用到淡斑效果比較好的是 Annual 這一款，還有 Clears， 另外就是這一款呢 Layer Lab， 各有優缺點呢。美白的精華還有一瓶，就是這一瓶呢，今年的大愛啊，這一瓶是熊果素的美白精華，它主要美白成分是5% 的阿法熊果苷以及甘草根萃取物。這一瓶它的總成分有31種，主要的成分添加5% 的阿法熊果苷、蘆薈葉萃取、B5、尿囊素、甘草酸2+、玻尿酸鈉、多種的積雪草的配方、神經酰胺 MP、紅沒藥醇以及多種的植物萃取物。它是沒有香味、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再講一下它的特別之處，除了有高濃度5% 的熊果苷之外，因為它還有添加多種的舒緩修復的成分。紅沒藥醇呢，這個成分也是可以幫助美白的，更多的是幫助皮膚修復、抗發炎。甘草根萃取物也是可以幫助美白，同時可以幫助舒緩、鎮定、消炎。再加上它添加了多種的積雪草的配方，也是加強舒緩消炎的。還有神經酰胺 MP 以及 B5， 這些成分都是對於修復很有幫助。雖然它的主角是熊果苷美白這個成分呢，但是它整體的配方啊做得非常好啊，很適合敏感肌使用，又想要美白，同時可以有效舒緩鎮定啊，這瓶精華就適合了。當成舒緩修復精華也可以啊，它的舒緩效果是很好的，我超喜歡它的膚感的。我覺得它的質地也是有一點像Matsuyama的神經酰胺的精華這一種，你會看到它不是完全透明的，但是它的膚感很舒服，抹開之後也是變得比較輕薄，有一點化成水的那種膚感，非常的舒適的，而且不容易搓泥，不會跟底妝打架。视黄醇之後，你想要加強美白，可以配合它一起用，還可以幫助舒緩鎮定。它是保濕度好，不會油。兩瓶比較起來，巴哈這款會比較清爽哦，雖然它看起來好像偏乳液的感覺，但是它的膚感還是精華的，比較水潤保濕。這一瓶精華也是我今年的大愛哦，超級的喜歡，推薦給你們。接下來要講抗老的成分呢，首先第一個要推薦的是這一款巴哈的，哇，我今年很多巴哈的產品呢。這一瓶厲害咯，它有添加10% 的 MMM 的成分，這個成分大家可能會聽過，用吃的就是補充肌也會有這個成分，我現在也會有吃 MMM 這個成分呢，它可以在皮膚轉換成 MAD Plus 這個成分呢，可以幫助我們的線粒體修復的，我們整個人體都很需要這個，塗抹的方式也是可以補充的。除了 MMM 這個成分之外，它還有添加白藜蘆醇補充肌 MMM 通常都會配白藜蘆醇一起服用，因為它可以增加 MMM 的吸收度。除此之外，還添加了表皮生長因子以及多肽的成分呢，這些都是抗老修復的成分，真的是無敵的這個配合。它的總成分大概有31種，主要的成分添加了10% 的 MMM 成分、甜菜鹼、白藜蘆醇、尿囊素、多種玻尿酸的成分、腺苷、積雪草
草的配方、表皮生長因子 EGF、FGF 以及多肽的成分，另外有添加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还有 B5 的成分。只是成分厉害吗？不是，它连效果都很明显。我用它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一個痛感，那個痛感就是我之前有用過類似成分的表皮生長因子，表皮生長因子濃度比較高的時候，我就會有這種痛感，就好像從皮膚內拉扯進去的那種抓皮膚的感覺。可是這個感覺了幾秒鐘之後就會消失。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？我覺得因人而異，有一些皮膚可能耐受度比較高，就不會有了，就像煙酰胺一樣。只要這一種成分的配合，加上有這種抓皮膚的感覺，我發現效果都會比較明顯哦。那它用完之後，我也感受到皮膚會比較緊實哦，會比較緊緻，比較滑，真的它有抗老的效果誒。但是用視黃醇的那段時間呢，建議先停用，因為它的刺激度會比較明顯。我用完视黄醇之後用它，就會真的變成痛感了，会很明顯有刺痛感。等皮膚修復完之後再使用它哦。它的質地膚感我蠻喜歡的，是有流動性的，抹開之後它的膚感是比較輕薄的，可是又有一種油的感覺，但是又不会覺得很油，只是覺得好像有一點滋潤度。這個質地我覺得油皮還是能夠使用，你可以放到晚上的時候用，然後再搭配面霜就好了，不用擦太多東西，因為它裡面一瓶就好幾種的抗老成分了。它是沒有香味的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這瓶大家可以試試看哦。接下來這一瓶也是舊的東西，我覺得它目前沒有取代了，不是因為這個成分特別，而是它這個配方使用的感受，就是Dr. Tripp 的 1.5% 視黄醇成分的精華。這個精華為什麼用起來跟別的不一樣？因為它除了視黃醇之外，還添加了多肽的成分哦，而且還搭配美白抗氧化的成分谷胱甘肽和傳明酸，真的是很棒哦。它这個搭配我一開始是沒有在意的，但我發現長期使用的效果跟別家的視黃醇比較，就算一樣都是會脫皮，可是它用完之後皮膚的細緻度還有淡斑美白的效果會比較明顯，而且它排粉刺的效果也很好，很明顯黑頭粉刺會排得比較乾淨，而且皮膚去紋的效果有比較厲害，比較好哎，這樣用完之後皮膚會比較嫩，那些紋路會明顯比較淡。我用了很久了嘛，這個我也用了差不多1年時間了，已經讓我以為所有的視黃醇都有達到這個效果，直到我最近有換其他的視黄醇 COSRX 的視黄醇，雖然一樣都不錯，會脫皮，成分也很溫和，但是脫完皮之後的效果真的不一樣，皮膚的乾淨度、白皙的程度不一樣，都有效，但是這瓶明顯有比較好哦。它的總成分大概只有23種，主要有成分添加了 1.5% 的視黄醇，還有多肽的成分，也有添加男酮胜肽，可以幫助舒緩修復，谷胱甘肽、補骨脂酚、傳明酸、玻尿酸鈉、貝塔葡聚糖、泛類脂、B5 的成分、腺苷等等，它有補骨脂酚添加，可以加強這個視黄醇的效果，同時有添加一些修復的成分。原來這個配方啊，真的是不簡單的，不是每一個產品都是這樣子配合的。這個產品在蝦皮可以買，感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留言給我，我就把相關鏈接推薦給你們。如果 1.5% 你覺得太高濃度，它也有一款同樣的成分搭配，視黃醇的成分是比較低的 0.1%， 但是它整體配方是一模一樣，你可以選另外一款 0.1% 的。如果不清楚也可以留言給我。同一個品牌它是出了很多款的视黄醇的精華，長相都蠻相似的，這個就推薦給你們了。它是沒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但是它會有一個香氣很像燕窩的味道啊，淡淡的那種發酵物的味道，膚感非常好。但是我建議啊，涂這種的高濃度視黄醇，最好是眼部產品以及脖子的產品，你都涂完了，你最後才塗這個。它是精華嘛，我通常是先塗化妝水，還有一些舒緩的精華，我才會用它。我會等它稍微吸收，最後還會疊擦神經酰胺的面霜，這樣只是比較適合我使用的，而且會降低視黃醇之後的副作用，因為它濃度也蠻高的，一點也就有脫皮的效果。通常頭2天不會有什麼感覺，塗的時候也是溫和，你要到第3天之後它才會開始脫皮的。建議可以跟
神經酰胺的產品一起使用。如果你不想要塗那麼多東西，你可以化妝水或者是精華之後直接使用它，後面也可以不用涂什麼，它本身也有一些保濕滋潤度的，你觉得足夠就可以这樣子使用。但我的使用经驗呢，塗完它之後覺得 OK， 可是隔一段時間皮膚會變得比較乾哦，還是需要鎖水的，它不會太滋潤了，它是精華的質地，膚感超級好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內容了。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哦。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們，請記得幫我按讚，還有別忘記分享、訂閱、按小鈴鐺。我們下次見吧，拜拜。